紫嫣大叔2年造9个娃，当初何寿一夸他造娃很行，现在看来真是一点没吹牛。紫嫣的身世自带顶级棒，她是野生大熊猫紫竹的独苗，既遗传了妈妈的野生稀有基因，又携带了爸爸老源头的珍贵血脉，从出生起就注定不一般。不过谁能想到，早期的紫嫣跟水家公子华阳、草家公子华虎组成相亲困难户。从6岁起，紫嫣就跟随卢太傅及后来的金太傅学习，可年年考0分，反正就是不开窍，眼看就要重走友友的路子。2020年，中心死马当活马医，给他挂了熊猫界名医海大夫的号。海大夫妙手回春，对紫嫣进行治疗后，当年紫嫣就拥有了一个闺女，这个闺女意义非凡，还被航天局认养，取名航宝。插一句，看到紫嫣被治好了，2023年水家的华阳也挂上了海大夫的号，药到病除，当年就收获了闺女亲脸。开窍后的紫嫣大叔更是强的可怕，战绩可查。2021年，他与熊猫一畅成功约会，一口气诞下宜兰、顺畅姐弟俩。有意思的是，一畅很喜欢紫嫣的父亲老源头，他的第一个孩子是跟老源头所生。后来圆圆出访奥地利，因为子类缘，于是一畅转头爱上了圆圆的儿子紫嫣。从替身梗到小妈文学，这里可以写一部小说了。2023年更是紫嫣的高产年。先是蕊蕊生下孩子子蕊，这在直播中已明确是紫嫣的娃。接着盼月的孩子子时子昂，苏林的孩子子林子苏，虽未完全官宣，但猫粉们早有实锤。一来子字在熊猫界本就敏感，只有子家珍贵血脉才会优先用这个字，而目前子家成年男熊只有紫嫣，另一位子家后代真金贵还在喝奶，根本不可能。二来这些小熊猫都自带紫嫣的标志性特征，黄毛加屁桃脸，长相上跟紫嫣如出一辙，想不认都难。这一年紫嫣直接喜提4个娃。到了2024年，紫嫣的孩子版图还在扩大，美盼青生下美盼龙盼，和杨花生下博文雅文，短短1年又添4个孩子，孩子多到中心都不想再取名字字了。算下来，紫嫣从2020年开窍到2024年，4年间足足诞下12个娃，凭一熊之力让子家熊丁兴旺。紫嫣大叔的强悍在熊圈也比较少见，他不仅孩子多，而且男女均衡，比如香菱相亲10载，归来只有1子；泰山开窍早，可专生好大儿；还有英英家族的森森已经绘本了，但是小蝌蚪跑不过别熊，至今无子。不得不说，中心的男熊真的又多又倔，各凭本事。你说真正要海大夫治疗一下的，我能想到的应该只有王五。如果可以，希望能给隔壁单位的星儿挂个号吧。